各位好，今天来做，应该这个是我最建议大家可以 DIY 的项目，因为一台摩托车可能700、800公里，你就必须自己面临一次换机油，然后你去给它换一次，可能150、200吧，但是或许啦，我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我都是自己换，所以变成说，我会建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应该是最没有技术性的，你只要看过人家帮你换，你知道你车子的泄油孔螺丝在哪里，然后稍微细心一点，这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。像我现在油已经卸干净，以进站为例，它的泄油孔就在下面那边，现在有没有看到？它的泄油孔就在下面而已，所以你只要准备一个泄油盆，然后一支踢杆，踢杆会比较好拆，一支踢杆，然后进站的是12号的螺丝。然后另外一边油尺那边，我等一下再跟各位，我现在跟各位讲，像一般现在4行程的摩托车，2行程的经验应该也是都差不多了，但2行程应该比较少人骑了，所以如果实际状况、实际的用法，还是各位自己斟酌自己的车辆，然后就把油尺抽出来，然后把泄油孔螺丝放松，节油盆接好，螺丝拿下来以后，让它低嘛，然后我是习惯滴一滴，我会稍微倾斜一下，把它漏干净一点。因为我自己有在加煤油柴油，就是一个社团的说法，对车子会比较好一点，对燃烧状况也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，所以我会这样做，我想就是尽量把它漏干净一点，应该没有坏处啦。好，把汽油盆切好差不多以后，螺丝在上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垫片一般都是它的作用是防漏的，材质铜片或者铝片都有，一般可能就是铝片的。然后我这台呢，我是用蛮厚的铜片，因为红铜算软的嘛，它锁下去的时候，它会去弥补一些细缝啊或不平。然后螺丝一样就装回去，装回去以后，油盆就可以拿走了。然后下面稍微擦干净一点，踢杆说插进去，这个不用锁很紧，你只要单手轻轻转到紧以后，稍微轻轻的出力的顿一下，你会感觉螺丝会再锁进去一点点。基本上我是都锁这样子，因为现在引摩托车来讲，引擎本体几乎都是铝合金的，铝合金很软，所以不是很建议拿着眼吹啊。拿着眼吹把嘎的，真的很麻烦。讲难听点，你如果螺丝掉了，如果只要及早发现，补一颗螺丝就没有什么
就好了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整个螺丝牙锁坏了崩掉，你那个还要请专业人士才能处理，可能要补牙，然后再重新攻再锁上去，这个就我觉得会比较麻烦了。反正不管了，就是能够做到最好，当然是最完美，就不会有任何状况的。然后自己换油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因为每台车它的机油量都不一定，所以你要先确认你的机油该加多少。其实以摩托车来讲，加多加少，加少有人说就下限以上，就加到下限上来一点点就好，就不要过多。他们是说这样子曲轴在转动的时候阻力会比较小，你骑起来会比较轻快。但是以目前来4行程的车，而且有些比较属于高热型的，油上去的话，油还必须打到气缸顶，让凸轮轴里面润滑。以4行程车来讲，所以变成说我还是建议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加在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尽量加在油尺的正中间。你中间偏高一点点是 OK， 切记不要加超过上限，不要低于下限，这是最基本的概念。不要高，不要低，最好就是在正中间，因为你车子你静止的时候量油，如果在中间的话，你发动以后，油被打到气缸顶上的话，它会下降，油的平面会下降。但是你如果是在你停静止时量是在中间偏上的话，你在骑乘的时候，它大概就是它一定会保持在下限以上，这是最安全值。如果你加到过多的时候，你发动的瞬间缸内压力会比较大，所以可能有人说会爆油封啊，或诸如此类的。然后当然了，你曲轴的转动式阻力会比较大，所以尽量不要超过上限，不要低于下限。可以的话，在静止过程中，油加进去以后，在静止过程中，尽量的在油尺的正中间，偏高一点点没关系。然后很多人对于油尺的测量方法，很多人的说法也都不一样。网络上查应该也查得到，但是基本上都查到的几乎都是你油尺放上去，只要盖住就好，你不用锁进去，只要油尺放上去，再抽出来，它就是它的正确的油面。但是你刚加油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漏油的时候，缸头那边会残留一点油，然后我们在漏油过程中，缸头那边油不会回来，所以变成说你在加油的时候加进去以后，你要先让它停一下，让它油整个进入平面，然后再下去测量，这样会比较准。然后我现在要加油了，所以先暂停一下。现在油已经加好了，然后我现在实地测量给各位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油尺擦干，然后注意不要粘到上面，注意不要粘到棉絮啊或大一点的，因为油打进去，它会经由一些比较细微的油道。摩托车是还好，如果你是重机的话，或汽车，它有的那个油道很小，你稍微可能一点小石头、沙子进去就会卡在里面，你会影响油的流量。所以油尺擦干净以后，像进站它这边有一个 5ml， 我习惯就拿这边看，然后插进去，水平的，只要整个头
就轻轻扶着，只要插进去就好，不用锁进去，然后抽起来。大概在2/3就 L， 我是习惯都加到 L 这边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我是习惯加到 L 这边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刚好就在 L， 这样的话是 L。然后有的人在量油的话，你不要一拿起来就往这样子你这样子的话，你会把油面搞错，因为你看油会往下垂啊。所以我看很多人的影片都是，不管汽车、摩托车一样，油尺量完一拿起来就这样子。你这样子你怎么会知道正确的油面呢？所以油尺擦干净以后，不管汽车、摩托车，抽起来就是往下，因为你已经浸泡到油的油面，它不会因为你往下然后降低去改变它的油面显示。但是如果说你把油尺往上翻的话，它油会一直往下掉，所以它油面的显示的你就会影响到。所以油尺拿起来就是直接就是拿起来就是这样就好了，你不要再朝上。很多汽车或或保养厂的师傅，他拿起来就朝上，好了。问题是真的是好的吗？你在拿的过程中，那个油面都会改变你的油量显示，那就不对了。这样应该我讲得挺清楚了哈。好，然后每台车的现在以4行程车来讲好了，每台车都会有一个油尺，然后基本上应该油尺上面都会显示你这台车的机油量。像进站我这边显示是900 5ml， 它就显示900，但是你们可能看到假的乱七八糟，所以大概是900，我也查了也是900。然后像进站的话，可能每一代会有小更动，所以油量会有点差异。所以实际数字的话，还是以各位的车辆车种，然后或车主手册显示的为准。然后油尺的话，我是都稍微手缩紧以后，再拿老5钳稍微的转紧一点，因为我曾经骑到喷掉，因为你车在行驶那个曲轴箱里面是有压力的，它会有个正压会往外挤，然后你如果又震动的话，它可能抖松了，然后那个曲轴箱里面的正压又在推波助澜之下，你很有可能骑就掉了。所以说我是习惯就是手缩紧以后，然后拿老5钳稍微再转紧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其实像我换机油，因为我一天大概都骑100多公里所以变成说我可能1个礼拜多，我1个月大概都换4次油所以变成说你如果要我每次去给机车行换的话，这笔开销真的算蛮大的，所以我都是自己换。然后我就算高走100 Vino 50，然后进站我都是自己换，然后工具就很简单，一支梯杆对应你卸油口螺丝用的梯杆，然后一把老5钳要转油尺，然后适合你车辆角度的漏斗，因为我是勤俭持家，所以我是拿一个那个副的灌油器，拿一个小漏斗，然后买一桶机油。我因为以前曾经闹过，就是有些比较不孝的保养厂，他会使用一些你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机油，他可能就是换一次150、200，你就觉得很便宜就换。问题是，第一你不知道他灌的是什么油。当然啦，如果只是真的就一般代步或对车子不是很了解的人，可能就会想说方便的，那当然也无所谓。然后因为我每天骑的公里数蛮高，然后我骑的速度也比较容易赶时间，所以机油我都是
我也是算方便了，我是用汽车用的，一桶就4公升，因为我自己的汽车也是都要加这个，所以我都干脆都这样弄。好，然后最重点就是你换下来的机油，请妥善处理好。你可以找去加油站，或者说机车行跟他要不要的空瓶，或者说你自己也有在使用，有在存油的话，你一定会有一个空瓶在，或空桶都可以。你把它倒干净，然后等存到一个量的时候，拿去机车行，或者说比较熟的机车行，或者说人家说中油也可以，我是没有去中油倒过油，我都是去保养厂倒。所以变成说，请把废油处理好。我们要省钱，然后又喜欢自己动手，但是也请对地球环境、住家环境友善一点，不要觉得说一点点油就倒到水沟啊，或倒到那个土里面啊，然后没人知道就好，请不要这样子，真的只有一个举手之劳，把废油收集好，然后拿到汽车行、中油，他们会帮你处理的。好了，今天机车保养最简单、最没有技术性，我也是最建议大家 DIY 的项目，就这样结束喽。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，请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点个赞，然后真的觉得 OK 的话，跟朋友分享一下。我会不定时的分享一些保养的小技巧或一些观念，甚至一些社会时事，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讨论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子了，谢谢各位，拜。